这里是孔庙的大成殿，进去后记得轻声细语。哇，有好多牌位，孔子、孟子、子思，好酷啊！我记得先秦除了儒家，还有九流十家和诸子百家。其实我一直搞不懂，如果有人能教我就好了。你想学吗？与其教你，不如让你身临其境，跟我来。谁在跟我说话？咦，我睡着了。我不是在孔庙吗？这里是哪里？为了让你学习诸子思想，我把你带到春秋战国了。你现在的身份是宋国的君主，你的诸侯国，也就是宋国，目前面临卿大夫试图造反和临近大国武力的威胁。如今你必须展现智慧，认真思考如何选择诸子的谏言，以拯救国家的颓势。诸子的谏言？那怎么可能？春秋、战国差距好几百年，我怎么可能等那么久啊？放心，我只是带你到一个平行时空，等诸子会一个一个来见你的。你不用理会史实如何，只要选择你认可的谏言就好。不论结局如何，我都会来带你回去的。主公，老子求见。前次来访，鄙人提出的谋策，不知宋公考虑的如何？你上次来说了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的谋策很好，但我需要再听听。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宋国遭遇内忧外患，正是国家太大导致的烦恼。如果宋公能够实现小国寡民，那这些烦恼自然会消除的。小国寡民？是的，小国寡民，时有神伯之气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远徙。虽有周瑜，无所成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使民妇皆生而用之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小国寡民是让国民安居乐业、自给自足，国与国互相不交流的治国论。它的缺点可能在国家领土缩小，人民也变少。你要选择听老子的谏言吗？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由于你听从建议，将国家多数领土交给卿大夫，只保留国内一块小地方，换取了和平。在这块小地方，你实现了小国寡民，而卿也保护了你不受大国戕害。或许陶渊明在近代看见的桃花源就是你的国家。问今是何世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你选择不接受谏言，请继续耐心等待其他诸子来访。宋公，孔子求见。孔子，那个有很多学生的，看来我得正经一点。对于政治，您有什么看法？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什么样的角色就该有什么样子。最重要的是正名，名正了，才能使一切都有秩序。好，但是我的国家有人试图谋反，已经没有秩序可言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正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宋公若是自己行得正，又怎会有人造反？君子之得风，小人之得草。草上之风，必也。你怎么做人，百姓就怎么做人。所以
我应该检讨自己吗？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？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平日用德性引导百姓，百姓做错时用礼来纠正他们，如此一来，人人都会有耻了。听起来，德治与礼乐是重点，是吗？正是如此。德治，仁政缺点在改革速度慢，但是能培养人民遵守礼法，具有道德。你要采纳孔子的建议吗？你实施仁政，得知教化以后，百姓感受到你的用心，人民遵守礼法，再也没有谋反的念头了。而且，因为你带头遵守礼乐制度，于是周王册封你为周朝的卿士，其他霸主国也不敢侵犯你的国家了。你选择不采取孔子的谏言，请继续耐心等待其他诸子来访。宋公、墨子求见。墨子，是那个会带学生去保护被侵略国家的墨子。墨子，我的国家内有动乱，外有敌国等着侵略，我该怎么办？当察乱何自起？其不相爱，一切的乱都是因为不相爱。不相爱？是的，如果所有人都能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，就没有冲突了。天下间相爱，则治；交相恶，则乱。所以，我主张非攻，发动战争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你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？比如孔子说要用礼乐治国，那你对于治国有什么具体策略？礼乐？哼，儒家说那什么礼乐，人民都快饿死了，还讲求礼乐？糟糕，他好像很讨厌孔子。我理解你的重点，第一，兼爱；第二，非攻，是吗？没错，对百姓来说，实用性是最重要的，必务求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兼爱和非攻，才能取得最大的利益。你要听墨子的建议吗？兼爱理论过于抽象，难以达到。虽然墨子注重百姓利益，让宋国人民生活变好了，但是人民未能体会兼爱的内涵，内忧问题未获解决，你的国家仍被卿大夫占领了。看来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不能获得你的青睐。没关系，后面还有多位战国时期的诸子，请耐心等候。宋公、孟子求见。孟子，是那个说鱼其好便哉，鱼不得已也的孟子。我记得他也是儒家的。寡人的国内有人想谋反，敌国又等着侵略，你可有什么良策？地方百里而可以望，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不税敛，以仁政为基础，则可壮大自己，自然解决内忧外患。听起来也太容易了，怎么可能行仁政后连敌国都战胜？仁者无敌，王景勿疑，行仁政，民心便会归向您，得民心，自然消灭动乱，自然能团结百姓抵抗敌国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到民心，就得人民；得到人民，就得天下。他好像知道我在怀疑他的理论，虽然他的理论好像很有说服力，但总觉得怪怪的。好像有道理，那我该如何得民心？明君治民之产，必使养卒以事父母，辅卒以恤妻子，乐岁终身保，凶年免于死亡。国君应该替百姓着想，让他们安居乐业。具体细节还有：无母之宅，树之以桑，50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处，无失其食；70者可以食肉矣。100亩之田，勿夺其食；8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谨详序之教，深知以孝悌之意，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。他话也太多了，讲这么久还没完，害我都想睡了。好，我懂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百姓放第一位，
是吗？是，是。宋公领悟的真快。一位贵，社稷自知，君位轻，百姓是最重要的，一定要以仁政对待百姓。其他细节还有尊贤使能，尊重贤人，能得到才人帮您治国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行仁政，得民心，求贤才，我懂了。让我再跟您多说一点细节。不劳烦你了。来人，请孟子下去喝茶。你要听孟子的建议吗？实施仁政后，百姓感受到你体恤民意，你是民心所向，所以卿大夫不敢随意谋反。国内动乱平息，国势壮大，邻国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看来孟子话有点多，是因为对于治国有一番心得。看来你比较谨慎，希望之后的诸子能顺利解决你的问题。